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DeepSeek OCR 它的一些相关资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去解析一下 DeepSeek OCR 它到底的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它可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后以及我们现在如果引爆进来想要看模型可以提供的效果的话呢，可以怎么去做切入跟理解。DeepSeek OCR 呢，它最近比较火红，当中呢，其实最吸引人的环节是在于说，它透过了一个叫做光学压缩的资讯呢，来去高度的进行讯息量的压缩。文章上面来讲，就是可以在图像当中比起用文字来进行压缩的话，效果是非常惊人的。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说这件事情是怎么达成的，以及为什么讯息压缩会很重要。那同一时间在推特上面，其实这个 Dr. Capsey 他其实也有去称赞说，他还蛮喜欢这个 DeepSeek OCR 的一个概念哈。那么现在理解一下资讯压缩为什么重要，我们可能先稍微补一下关于 Information Theory 当中的熵的概念。在讯息理论当中，我们会强调的是关于讯息的压缩比，也就是说，一段讯息如果可以用比较少的位元去表达的话呢，就代表它更有效率。但这样的效率呢，通常是有个理论上限的。在 Shannon 他提出的 Information Theory 当中呢，任何符号系统所能够携带的资讯量都是有上限的。那只要超过这个上限的时候呢，就无法再被压缩，而且会失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其实人类的语言，我们的文字本身就是一种压缩系统。我们是使用有限的字母呢，去组成无限的句子，再透过语法上下文去进行一个压缩的机制，让人能够在不用明白或说明完完全全的情况下能够理解。例如说一句话，它来了，背后压缩了谁、从哪里、为什么等庞大的 context。人类的语言，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在一个高商的世界当中呢，寻求一种低商的表达过程。那以我们都比较熟悉的中文字来讲呢，以这个船来看，船本身又可以被拆成上面的各个字，舟、八、口啊，所以我们当在看船这个符号的时候呢，其实可以理解这条舟这个 vessel 上面其实装了8个人，所以这中文字有这种高度的压缩熵的这种特色在。那其实只要是属于方块字的语系的话呢，都有这种性质。我们可以理解到是说，其实人类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压缩的系统。好，那这个到底又跟语言模型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在做语言模型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 model 可以理解这概念，过程中我们是巧妙的去使用了 token 的机制来去表达人类所用的话语。这其实是一种在教模型如何去理解人类的用语。但事实上是 token 呢本身的诞生并不是为了压缩而来的，其实是为了方便计算而出现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透过 tokenize 分值器的方式，把人类常写的文字转成有限序列的 ID， 那再透过查表的方式组成某一种空间，让模型可以进行学习。那这样的结构呢，恰恰好在压缩上跟计算上去取得了一种巧妙的平衡。不熟悉这个 tokenize 怎么做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上面的图片。最下面的话是我们的原始的语句，让我们去尝试 tokenize。过程当中，我们会把这 tokenize 切割成数小的文字，比如说这边切完就变成是 less， 然后一个 s try to token， 以及最小的字元。那接着再把它换成有限的序号在上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为了方便计算而去把文字转换成 token 的过程。那其实这个操作的本质上不是一个压缩的一个环节在，我们也可以讲压缩，但其实是少了很多的这个 context 在里面。这样子，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在用语言模型聊天的时候，它很常会出现一些emoji， 不管是笑脸或是哭脸。那 emoji 本身在 token 当中，它也会画成上面的这个有限的序列 ID， 这个 input ID， 这样。但其实就用人类的理解方式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笑脸传达的意义跟用数字传达的意义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所以如果单纯只是用有限的 IP 来去表达人类语境当中这种复杂且多样的话呢，是永远不够的。OK， 因此呢，其实可以观察到说，你在看每一家的语言模型的时候，不管是拉玛或者是卷码，他们的这个分值器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那也因为每一家的分值器大小不同，所以可以处理的语系也不一样。有的时候还会需要去进行所谓扩展分词的效果，你才可以去表达你训练当中文本的
文本的这个资料量啊，因此每一套的这个分词的规则，但是呢，同时其实也画下了模型可以去理解世界的边界了。在那一刻起，讯息的压缩上限就已经被注定了。那这张截图呢，是来自于 Chinese Llama 当中的一个表示。原本的语句呢，可能是这个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心理哲学的交叉学科。原始的 tokenizer 呢，在这个语句当中解出来的序列 ID 呢，会变成右边这个形式。当中你可以看到，有些 token 呢其实是有些 token 呢其实是 tokenizer 原本比较没办法认得的，所以才转换成这边出现了0x15、0x93跟0x B2。为了能够加强我们去表达语境，所以我们去扩充这个 tokenizer， 效果就是很明显。我们从原本一个同样的句子转出来 token 从35变成16。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如果我们要让大语言模型去理解人类的话语的时候呢 ，tokenizer 其实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鉴于这个概念呢，所以 DeepOCR 这篇论文就想说，如果在文字的压缩上必须得经过 tokenizer， 那是不是有办法透过图像的方式来进行压缩？我们借助 latent space 的方式来去压缩资讯，而不再使用固定的词表来去做表达。在这样的思路之下呢，他们做出来的实验效果，你可以看到，在同样都是相同的 text token 600到700之间，如果我压缩成为是视觉 token 64的话呢，我的压缩比来到 10.5 倍，它的精准度呢会有 96.5% 的一个数值在。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即便我们把原本的资讯量从600到700之间压缩10倍下来了，变成64个，那我们的资讯量其实还是保有 96% 的量的。那如果我们把这个 token 的量再往上提一点，变成1200，在同样的 token， 在同样的视觉 token 之下呢，压缩率来到20倍，它的精准度呢也可以达到 59.1%。所以我们可以判断，这个讯息量呢是依旧的啊，只是略带有一点衰减在。所以在 DeepSeek 这样的一个思路之下呢，我们恰恰的可以说，它把语言压缩的极致呢推向了这个multi-model 的一个边界，它让模型不再依赖符号表这种固定的查表方式，而是透过影像当中的 latent space 进行压缩。我们让语义呢在视觉的空间里面重新被表达。这是这篇论文当中他所提出来的观点。那就实验效果来看，也是非常惊人的。好，那这样我们已经理解这个 DeepSeek 想要突破语言压缩的这个野心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说，那模型本身是怎么看见影像的？换句话说，我们要怎么让图像呢变成一种可以让语言模型去理解的一种话语 ？OK，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模型可以看到一张图片呢？那想法也很简单，左边这张是我们的原始图片。我们为了要让一张图片可以塞进去我们的大语言模型里面，让它可以被看见，所以呢，我们将图片本身拆成数小片的 patch， 我们叫做图像 patch。这一个 patch 呢，它本身就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序列的 ID。那这种方法呢，其实不是新鲜的事物，其实早在2020年的 VIT Model。Vision Transformer 里面就已经被提出来了。那时候的研究者就发现说，如果我把我把这个图像呢切割成16x16的小 patch 的话呢，我就可以把每一块的这个图像内容把它视为是一种视觉的 token、visual 的 token， 这样去做操作。OK， 那所以这个视觉 token 呢，每一个 token都会包含这个 RGB 3个 channel， 那所以这个16×16乘上3就会有768维的资讯量。那为了要能够跟原本的 transformer encoder 去做衔接，所以这边一定要经过一层线性转换，并且再加上一点点这个位置编码的资讯量在过去里面。透过这样的方式呢，那 Shape Page 就可以把图像呢转换成跟原本的文字一样的 token， 让我们的语言模型呢能够读取，所以我们可以说让图像也可以被阅读起来，这是常规操作。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其实这样的做法会产生的 visual token 的数量会急剧增多的，也就是说会导致大语言模型它的序列长度会加大。加大意味着就是我的训练量跟运算量就会提高，所以这个是大多数人不会乐见的。那 DeepSeek 的团队在这篇论文当中也有提到多种既有的 Vision Encoder 的架构。那这些方法呢，其实各有特色。但你也看到
当中其实有些缺点是可能在实作上面可能不是那么 OK。例如说，最左边方法是 Parallel 的形式，中间方法可能是会产生太多的 digital token，然后这个 global 的资讯的量会比较少。那这个的话呢，则是它真的需要太长的 token sequence 的 length。有很多这种在做VLN 的论文呢，都尝试在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在保持相同的资讯的情况下，尽可能去压低视觉 token 的量。这样子，那这篇这个 DeepSeek OCR 呢，它尝试做到这件事情。OK，那我们来看它怎么做呢？好，好，那我们来看看 DeepSeek OCR 是怎么做的。它主要的关键呢，是在于它有精心设计2个阶段的压缩的架构。第一个阶段呢，是专注在压缩视觉资讯上的 Deep Encoder，那这也是这篇论文当中最大的这个 contribution。那后面呢是这个 Deep Encoder 把图像的资讯透过后面的这个 Decoder 呢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要优先理解的是前面的这个 Deep Encoder 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好，在 Deep Encoder 当中呢，它主要有5个任务要想要达成。第一个是它的解析度，要能够让模型可以接收高解析度的输入。在启动上的时候呢，它的记忆体的量要偏低，输出的视觉token要少，同时也要能够支持多解析度的图像。最重要的是它的参数量要适中。那在这一课当中呢，它其实有3个模块是最为重要的。第一个是这个 SAM， 那这个 SAM model 呢，它的核心逻辑是仰赖窗口注意力机制，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有很多的这个图像的 patch， 透过这个窗口注意力机制呢，我可以去捕捉每一块 patch 当中的细节。我不是去抓每一张图，我不是去抓整张图片的这资讯量，而是专注在于说每一个图像配比当中的一些高频的特征，把它捕捉起来。例如说，如果有一张这个高解析度的影像，从这个1024×1024的 pixel， 我把它分割成刚刚所讲的16×16个小区块，那每个区块呢就是我们刚刚所提的视觉 token， 最终会产生4096个 visual token。对，所以在这一层呢，我们先建构了第一次整个模型对整张图片的理解。那接下来是后面的这个16倍的卷积的压缩器，它这边主要是有一个3×3的 kernel， 然后布接长为2，配顶为1的结构。在这边呢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前面的 SA 的这个 token 的数量呢，从原本的4096把它压缩成为256个 token。我们没办法，我们不要保持这么高的这个 token 数量，而是降低到一定的数量之后，来让模型可以进行运算。那这样的效果就是我可以明显的降低整体的运算量，这是中间这个压缩器的一个特点。那最后就是透过这个 Clip model， 我们把前面已经压缩过的 visual token 呢送入到这个 Clip large 的 model， 它这边是300M。那这个模型的意思就是要能够去捕捉前面的视觉 token 当中的全域的语义以及 context。那在这篇文章当中呢，它有提到，就是 Clip 模型在这边已经不处理原始的模型了，所以在模型的一开始的这个 embedding 层是拿掉的。而是改用它里面的这个 dense global attention 的方式呢，聚焦在每个 token 当中的比例分布。所以在这一步骤当中呢，我们可以抓到整个模型更宏观的这个语义的轮廓在。好，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在 Deep Encoder 当中呢，我为了要能够去抓取每一张图片的资讯呢，我们这边采用了 SAM 的这个 model 去捕捉每一个 patch 当中的特征。那这边摄影觉得这个 token 呢过于多，所以中间加了一层 convolution， 把它降为成为256个 token 在这边这样子。那最后再用科伦模型呢去把全部的 token 的资讯量呢把它统整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结构图当中 ，SAM 下面写的是 local attention， 然后在 Kirby 的下面写的是 global attention， 在这边这样子。那你可以注意到，其实模型的输出的时候呢，这边还有一条这个跳线的方式去做衔接，所以这边其实有一个 residual 的核心的一个想法在里面，这样子。所以在科学模型出来之后，我们基本上就得到了原始输入图像的全部资讯在这里。好，
所以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有了图像的全部资讯了，接下来就是要透过 decoder 把这个图像资讯呢，把它解析成文字。那这边的话呢，这边是选购了一个 DeepSeek 3B 的 model，特别是它里面是采用 NOE 的架构。这边采用 NOE 的架构，我觉得也蛮合理的，是因为我们可以在保有3B 的模型的资讯量的情况下，但是只用了其中几个专家的机制呢去做一个推论。这个效果在做一些边缘设备上的推论的话呢，是非常有效的。我在推论上跟启动机理上的这个量是不会太多。简单讲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之下，你只要套用这种 NOE 的结构之下呢，你可以让模型以较小模型的计算成本去换取接近大型模型的表达能力，这是特色。如果你不太确定这个 NOE 的结构长什么样子的话，你可以看右上角这张图片。这是针对 DeepSeek 3B 里面的结构，它里面的话是装了6个路由专家，然后2个共享专家的机制。好，这样我们已经理解到这个 DeepSeek OCR 它本身怎么去进行压缩图像资讯，再透过 encoder， 再透过 decoder 的方式呢，去把图像资讯把它解析成文字的。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多重这个多解析度的文件需求是怎么去做解决的。OK， 它这边呢主要分成四个模式，以及后面2个比较夸张的模式。第一个是 Tiny 跟 Small， 也就是说我把图像呢在 Tiny 的模式之下会输出成64个视觉 token 以及100个视觉 token。那在 Base 这个垃圾情况下呢，会输出的是256个 token 跟400个 token。它里面的做法会变成是，如果你的图像呢进来的时候，不满足这个512乘512的话呢，我可能会帮你进行 pending， 像中间这个图片表示，我把你扩增一些空间呢，让你的图像跟我们要求的这个解析度是一样的。在这样的一个操作之下呢，也可以去测试看看说，你的原始资料的图像上面的资讯量是不是合理的。如果加了一点没有用的资讯在上面的话呢，效果会被影响到。那这个 model 本身也去支持的一个叫做动态的解析的过程，在这边叫做钢弹模式跟钢弹 master 模式，在这边这个是一种动态去调整解析度的一种方向在。OK， 好。那在这个文献当中呢，它主要有分成3种场景，你可以去做使用。它也分成3种比较不同的资料集去做训练。那第一种是传统的 OCR 的使用情境，那它这边是标记成为 OCR 1的资料集。你可以看到下面这张图片，即便是在阿拉伯文这种书写方式是从右边到左边的这种文件呢，在这个模型当中，它也可以处理。左边是你的原始文件，右边是经过 OCR 之后再重新 render 出来的结果。这是使用场景1，就是能够满足既有的 OCR 的场景。那下来的话是比较进阶的 OCR 场景，这个通常是针对图表解析，然后化学公式的辨识而存在的一个范围。你看到左边这个是针对图片本身的资讯呢去做一个描述，然后右边就是根据 DeepSeek OCR 所得出来的结果在这边。那右边这个图片展示的是一个几何图形，能够去表达几何图形的一些结构，然后从右边的这个文字出来这样子。那你可以在一些化学公式的辨识上，或是平面几何上面去做表达。这些任务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在传统 OCR 当中是比较难以处理的。OK， 那最后就是这个模型本身呢，也要去维持视觉语言模型它的这种泛用能力在，所以在训练资料集当中也有保存了一部分这样资料集在 DeepOCR 里面，所以你可以把一些VLN 的场景在那里去做使用，例如说去 locate 图片当中的文字，或者是去看图说故事，或者是直接去做图像当中的文字解析，这其实也是可以的，这样子。好，那最后是它的这个 performance 的 evaluation， 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是说，其实在最下面这边是这个 DeepSeek OCR 的结果。如果我们单就 token 数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在 OCR 它的 token 数量其实都是偏低的，这也没错，因为它本身就是希望可以压缩
资讯在图像视觉里面的 token 啊，并且是输出上是少量的。这边的数字呢，会远比既有常见的 OCR model 的数量的 token 呢来的少很多。那我们也知道，在跟语言模型沟通的时候，如果要去计算费用的话 ，token 的数量就是一大重点。你可以看到，相比于这个，例如说 minor U 2.0或是 DOT 打 OCR 这种动辄就是7000多的这种量呢来讲的话，是蛮高的。OK， 那在同样的这个比较之下呢，在刚才的模式下，我们可以拿到0.123的这个数值，会跟 minor U 2.0这0.133还要好上不少。你在效果比较好的情况下，token 数量又比它低，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证明的是DeepSeek OCR 这个 model 不但可以去把资讯量压缩，跳过原本的文字压缩的路线之外，也可以达到既有 OCR 一个蛮不错的效果在这样子。这是这个论文小所提出的一些优势在。好，那我这边呢，其实有提供一份这个 Colab， 在右边的这个链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哪些 prompt 可以去进行使用。那我等一下会操作给大家看。对，好，那么回来到这个模型结构这边。好，那目前为止的话呢，我们已经理解 DeepSeek OCR 它本身在模型结构上其实没有太多的亮点啊，因为这个还是一个 VLM 结构的一个扩展。我们最主要就是在于说前面的这个 encode 的方式怎么去做一个表达，也是从图像然后转换成向量之后，再交给后面的 decoder 去做解析。好，这份 code 答案呢，我已经放在 GitHub 上面了，所以你只要去到我的这个指定链接当中，你就可以直接下来去做使用。OK，该有的版本跟该有的指示操作呢，我都已经先放在文件上面了，随时可以去玩。那这边最大的方式是要跟大家介绍，你在操作 DeepSeek OCR 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要把它拿来你自己的这个场景做使用。我这边有列几个常见的 prompt 在里面，这是根据文献当中所提出来的 prompt， 我去做了一个操作。这边我的范例呢是抓了一份这个 Alphabet 就是 Google 这间公司的它的这个 balance sheet 是什么？资产负债表，把这个资产负债表的图像拿来去做操作。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长成这副德行。对，这是我在实测这 DOCR 的时候的一个原始资料，我就拿这个资产负债表拿来用。对我来说，这个表格其实还蛮复杂的，就是充满着不同的这个间距，还有这个粗体跟斜体的文字在这个边。所以我基于这个文件呢，去测试看看不同的框跟 DOCR 的一个效果。那对我来说的话，这篇论文是一个尝试想要用不同的角度去介绍我们在做 token 这件事情，你一定要从文字方向去做吗？是不是可以换个方向，从图像方式去做表达会比较好 ？OK， 那它是不是个好的 OCR？ 这件事情我不太确定，因为文献当中只是刚好拿了 OCR 的例子来去说明视觉 token 是有用的。如果你也想要拿这个 OCR 去做的话，你可能要搭配其他的套件或是工具来去做下游的处理。那目前的话，你可以参考，如果你在做 OCR 的任务的话，你可以参考这个表格当中的这些 OCR 的 model。那这几天其实有更多的 VLM 的 model 也有被丢出来，让大家去做一个讨论。那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好，那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